来了！今天的第一条值钱货是一条海红斑啊，看起来应该有个1斤多一点的。哇，又一条大黄鱼！这一个网也是来了有几条这个大黄鱼了，今天的运气也是还不错啊。天刚微微亮，今天又是准备出海捕鱼的一天了。不过基本上这个时间点出发也都是去近海捕鱼了。去外海的话肯定也不用这么早，去近海的话就要早一点，才有位置可以放网啊，要不然近海全是渔船了。外海的位置比较多啊，所以去再多的渔船都有位置放。但是在近海捕鱼的渔船就比较多了，所以近海就要早点去才有位置可以放的，要不然就要压到别的网了。不过因为晚上大半夜开始刮风，所以就不能去外海了，要不然只要晴朗1天以上都是去外海捕鱼的。近海捕鱼的运气成分比较大，不过能捕到大黄鱼也不会比去外海的差。好了，到达位置了，现在就找准位置把这些网给放下去。今天依然还是带6500米的渔网，2张大网2张小网啊，看一下收获怎么样吧。今天的位置也是放在一个小岛的旁边，不过今天在近海这边捕鱼的渔船是比较多的。以前我们那些经常捕到大黄鱼的位置也都是被别人放过网了，所以我们就在小岛的旁边把网放下去就行吧。有位置就放，没办法，毕竟大黄鱼也是看运气，说不定别人就捕不到，我们就捕到了呢。近海放网的渔船比较多，所以基本上放网的位置都被别人占领了，我们就要跑跑停停，找到其他没有别人放过网的位置继续放。所以基本上这些渔网没办法是放在一起的，4个网要放4个位置呢。不过基本都在这个小岛的附近，然后放完网就把船停靠在小岛旁边就行了。好了，网也放完了，把船开到小岛的旁边，把固定船只的船锚放到海里面去，把船只固定住，就要开始休息了。近海捕鱼的休息时间比较短啊，这个早餐就要开始拉网了。Hello， 大家好，我是拿老彪哥，今天在近海这边捕鱼，刚刚把网放完，全部的网都放到这个小岛的附近，看能不能捕到一些大黄鱼吧。船停泊下来，先冲洗一下甲板，然后喝杯茶，做个早餐吃下。简单的做个番薯粥吃就行啊。早餐嘛，吃完就开始干活了。别人比我们还快，已经去拉网了，我们也赶紧过去把网拉上来吧。今天准备拉的第一个网是一个小网啊，而且这一个网也比较短。不过近海捕鱼，网在精而不在多。网虽少，但是只要能捕到大黄鱼都是不错的。网再多捕不到大黄鱼也没用啊。不过今天的第一片网是空网啊，一条渔获都没有遇到呢。石头倒是拉上了2块，渔获1条都没有。近海捕鱼嘛，这样的情况也已经是习以为常了，渔获也是在精而不在多啊。连续的网1条渔获都没有哦，这都连续拉了3、4片渔网上来了，真的是1条渔获都没有。近海捕鱼经常这样子啊，即使6500米的渔网空军都有可能的，不是没有遇到过啊，我们也是经常遇到这种全部的渔网拉完是1条渔获都没有的。即使偶尔拉上来1、2条不值钱的渔获，其实也没什么用，近海捕鱼亏本的概率是比较高的。目前依然还是没有渔获，确实是有点难的近海。终于来了今天的第一条渔获，是一条华鱼，一般也叫做白花鱼，还挺大条呢这条，但是不怎么值钱啊，一斤一般也就10几20块钱。连续的来了2条华鱼啊，这条相对小条一些。这里倒还不错，来了一条16枚，还挺大条的。像这样的16枚已经算是比较大条了，一斤能卖个50、60块钱了。连续上了一波渔获之后，又连续的不来渔获了，又是2、3片渔网，1条渔获都没有啊。来了，今天的第一条值钱货是一条海红斑啊，看起来应该有个1斤多一点的。最近不管是近海还是外海都偶尔能捕到海红斑，可能渔获开始来了，也可能是这个季节的海红斑会比较多一些吧，回游过来了可能是。连这种石头蟹都连续来了2只，又一条小华鱼啊，今天的第3条了。
华鱼一般也是分了带回家吃的，卖就肯定不值钱的，每人分几条带回家吃还不错的。又一条华鱼钓出来了，这种华鱼的肉质还是比较细嫩的，简单的煮个酱油水还是挺鲜甜的。又一条16枚啊，也是这个网的第2条16枚了。这么大一堆网也拉不到几条鱼货啊。不过还好有一条海红斑过来吧，要不然这个网就要亏到姥姥家去了。现在是19公的季节啊，有好多渔船在那一边钓19公了，基本上有礁石的地方就有19公啊。哟吼，这是一条大黄鱼哦，哈哈哈！没想到在网的后半段倒是来了一条大黄鱼呢。不过这条看起来就不算大条啊，应该也是7、8两。听说最近的大黄鱼价格是比较便宜啊，即使再便宜也是值钱货。这里能捕到大黄鱼，证明这附近应该还会有的，而且可能最近的大黄鱼数量会比较多一些，可能是季节到了吧。又来一条啊，这才刚说这附近可能还会有，立马就又来了一条呢。这条也是差不多大，而且这条看起来要比刚刚那一条要精致一些。不过毕竟是大白天拉上来的大黄鱼啊，颜色还是比较淡的，这样子来看今天的海水就没有那么浑浊啊，所以大黄鱼看起来是比较白色一些，没有那么精致啊。但是这条相对就要比第1条要大条一些啊，这条估计要1斤出头，鱼肚子这一边就精致很多啊。这样子今天又有大黄鱼又有海红斑啊，已经是上了1条海红斑加2条大黄鱼了，先放佛汤里面。哇，又一条大黄鱼，这一个网也是来了有几条这个大黄鱼了，今天的运气也是还不错啊。感觉鱼货都集中在这个网的后半段了，这样子这个网拉完之后，重新放一些网在后半段的这个位置下去应该还行，可能后半段这一边还会有大黄鱼的。好的，然后这一边这一个网也是拉完了，拉上来1条海红斑加3条大黄鱼啊，然后准备就把船开回头过来，准备重新在这个网的后半段这里把网放下去啊，放多10几片吧。这边是给这一条海红斑放一下气压，因为这一种石斑类在从深水拉上来很容易胀气，要放下气压才行，要不然一直胀气的话就没办法活着回去卖，挂掉了就不怎么值钱。现在开始放网啊。好了，这个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吧，下一个网的视频就下一期再分享给大家看。我是拿打彪哥，也请大家给我点点关注哦。来了，刚开始拉网就有大黄鱼啊，而且这条看起来是挺大条了，应该要1斤多点。运气真好啊，刚开始拉网就有大黄鱼，今天又是发财的节奏。这个网好难拉上来，不知道是不是被别人的网给压住了。哇，下面那条是什么？好大条！Hello， 大家好，我是拿德八哥，现在是早上的8点钟，准备出海去捕鱼了。今天天气比较晴朗，现在已经下船上了，但是晚上要刮风，所以今天去不了外海，只能去近海捕鱼啊。准备去近海捕大黄鱼的，然后现在船还是搁浅了，再等一会再出发。今天还是去我们上次捕到一群大黄鱼的那个黄鱼窝，准备在那里下网，看能不能捕多更多的大黄鱼，看一下这一次的运气怎么样。上一次有那么多大黄鱼啊，这一次应该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上次捕到了30几条，这一次少说捕个10几20条应该有的吧。今天的天气还算是比较晴朗的，没啥风浪。但是看到这边这个位置已经被一大群船给占领了，看来是暴露了位置了，到处都下满了渔网啊。那我们只能往外面一点开，这个位置就让他们发财去吧，我们去别的位置放网，或许也能捕到不少的大黄鱼呢。运气好的话，到哪里都能发财，是不是？这个位置就让他们发财去吧，不要紧的。又开了20分钟左右，现在把网放下去，离我们上次捕到大黄鱼的位置也是远了不少。运气好的话，到哪里都有大黄鱼，加油吧！看来有好货的位置是不能暴露位置啊，要不然位置一下子就被人家占领了。捕个鱼真的难啊，渔船又多，然后别人一次到这里捕到大黄鱼，马上就过来占领位置了，而且都是大半夜就开出来占领位置，所以我们也只能开出来外面一点，自己找个地方放网，就不要去跟他们挤在一起了。
那个位置被我们捕到大黄鱼了，不知道这次还有没有，我估计没有了吧。网也是已经放完了，准备找个地方先停留下来，然后先吃个午饭。今天潮水比较晚，要晚点再过去起网了。网已经放下去了，现在也已经是11点半了，会先吃个午饭啊，然后吃完午饭差不多也时间到了，要去起网了。今天开出来比在外面一点了，也是接近在这个境外海交界的地方了，水势还是挺漂亮的。今天带了一点猪肉下来煮粥，猪肉粥啊，闻着挺香，看起来算是挺美味的。刚吃完饭，这旁边就有渔船在起网了，我们把机器启动一下，也过去起网了吧。吃过午饭，然后随着一声的突突声，准备过去拉网了。接下来就是大黄鱼多多了。等风来吹散阴霾，吹得山花开，你是否可以放下过去，向我走来？别担心，我会拼了命的赶走悲哀，幸福就在我们一念之间。现在开始拉今天的第一个渔网，这个渔网一拉，大黄鱼马上就过来呀！来了，刚开始拉网就有大黄鱼啊，而且这条看起来是挺大条了，应该要1斤多点。运气真好啊，刚开始拉网就有大黄鱼，今天又是发财的节奏。这大黄鱼是不是听懂我的话，说来它就来啊？还是我最近的运气真的是爆棚了，一拉网就有大黄鱼。黄鸡啊，跑到这个境外海交界的地方，始终都会有一些黄鸡过来的。不过这些黄鸡看起来好像是没有外海的那些大。又来了一条啊，看来这个位置还是有一些黄鸡的。西公鱼，最近每次出海都能捕到几条西公鱼啊，但是每次捕到的数量也都不多。感觉今天的网有点难拉，不知道是潮水太大还是下面的礁石太多过底了一样。这种是山芽，不是春子鱼，也不是大黄鱼，但是长得也是挺像大黄鱼的。但是价格却是一个天一个地呀。现在已经是接近春天了，所以天气一晴朗就会起雾，也就是所谓的回南天。后面又是拉了这么多的网，也是没有渔获上来了。这边是来了一条芝麻斑，不过这条比较小，应该就8两左右吧。已经是开始胀气了啊，赶紧先给它放一下气压，好养活着回去卖。这个网好难拉上来，不知道是不是被别人的网给压住了。哇，下面那条是什么？好大条！哇，刚顾着去拉网啊，都没时间拍，又怕被它跑掉啊，我直接跑去拉网了，都没拍视频。这一条是野生的赤嘴鲶鱼，应该要40斤左右了，估计这条能卖1万多。野生的赤嘴鲶鱼长到这么大的还是比较少的，前几天是有一个捕到了一条，大概是30几斤，1斤是卖了270，没有我们这条大，我们这条应该要40斤，那怎么说也要比它卖好一点吧。它卖270，我们也要卖300吧，差不多吧，所以这条肯定要过万。这几天的运气真的是好到爆啊！首先是遇到黄花鱼群，然后又捕到了这一条野生超大赤嘴鲶鱼，真的是要发财的节奏了。连续的捕到这么多好货，太高兴了。多少渔民做梦都想捕到一条这么大的啊，但没想到被我们遇到了。多少渔民做梦都想捕到一条这么大的啊，但没想到被我们遇到了。大部分渔民捕鱼一辈子都没有遇到这么大的啊，今天真的是发财了。哦，赶紧跟他合个照。这边还来了一条大黄鱼，突然感觉这条大黄鱼它不香了，这条也是要8两到1斤啊。这个运气真的是没谁了。这条黄鱼看起来是挺大的，应该要1斤左右啊，挺肥的这条黄鱼也是要好几百了。太高兴了，感觉现在拉什么鱼都不在乎了，想着赶紧拉完网回去卖这条鱼呢。这就是所谓的一条鱼就发财。
一个人都好难搬动，而且要小心点搬。什么都别说了啊，第一个网就发财了，命中了一条超大的这个野生的赤嘴鲶鱼，应该要40斤以上啊，好大条，一个人都好难爬，好难把它抱上来。刚刚踩下去跟他合照了一张，哇，发财了发财了！这么久才捕到了一条啊，听说上一次别人捕到的比较多，我们运气比较捕到了一条了，一条就能发财。我现在过去拉下一个网了，下一个网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啊。然后下面2个网跟回去卖鱼的视频，下期再分享给大家看。这种鱼贵就贵在它肚子里的鱼胶，越大的越值钱。也谢谢大家的观看，我是拿岛彪哥，喜欢我视频的记得给我点关注哦，谢谢大家。上一个网是捕获了这一条超级大货，要40斤以上啊，野生的赤嘴鲶鱼，这一条鱼的价值就要过万，回去卖一下。Hello， 大家好，我是拿岛彪哥，现在是还有2个网在海里面，准备过去拉上来，看能不能再捕获一条这样的鲶鱼吧。这几天出来捕鱼的运气都是挺好的，大黄鱼也有，超大的赤嘴鲶鱼也有。接下来还有2个网，应该也是会有一些收获的。现在开始拉第2个网，第2个网是大网啊，上来的都会是大货。看一下大网也能不能捕到一条大鲶鱼，连上来的大黄鱼都会是比较大的。来大货了，一条胡椒鲷，这条胡椒鲷应该要3-4斤，这种规格的胡椒鲷1斤也是要达到50块钱左右。但是好久没有卖了，不知道涨价了没有。越临近春节的海鲜价格是越贵的，最近什么海鲜都涨价。然后也是来了一条真鲷，不过这条真鲷看起来比较小，应该也就1斤到1斤多点，不算大啊。又是一条胡椒鲷，不过这条小一点，还活泼乱跳的。胡椒鲷在我们这边是叫做交钱鱼，怎么做都好吃的一种鱼。不过大碗就是这样子啊，鱼货也不多，小条一点的黄鱼又上不来。哇，这一条是什么？看起来挺大的，而且卡在轮毂那里了，看起来好像是一条鲶鱼啊。确实是一条鲶鱼，不过这一条比那条鲶鱼小多了。没差不多嘛，吃青菜。就像是他孙子要出来找爷爷，一不小心又碰到了我们的网，这一比确实差了好多啊。那条大鲶鱼还在后面呢，用这个黑色的太阳网盖住呢，就怕它还活着，等一下跳出来那就完蛋了。大网比较长啊，但是拉了很久的网都没有鱼货，近海就是这样子，也没有海红斑什么的，大货也是没有几条。来了一条鳐鱼，这条鳐鱼看起来也是比较大了，1斤左右。这条鳐鱼看起来都挺好的，我就准备把它带回家煮粥吃了，味道也是挺不错的。这边又是很难拉上来，是不是又有大鲶鱼在后面呢？大鲶鱼没有啊，大黄鲷确实来了一条。最近这么大的黄鲷也是涨价了，现在这么大的黄鲷1斤要达到65块钱，是挺好卖的。反正最近的海鲜是什么都贵，一直在涨价，越值钱的海鲜涨价的越离谱，比如大黄鱼啊、海红斑啊、龙虾什么的，都是一直在涨价。然后大网也就拉完了，网的收获不多，也就几条货市而已。第2个网拉完了，第2个网是大网而且网也比较长，拉上来是有许多大货，但是却没有值钱货，海红斑啊、大黄鱼这些都没有啊。不过不要紧，我们还沉浸在第1个网的喜悦之中。现在准备过去拉下一个网，希望下一个网也上多一条这种野生鲶鱼吧。就剩最后1个网了。最近每次的最后1个网收获都是挺不错的，看一下这次的收获怎么样。最后1个网是小网了，应该能拉一些大黄鱼了。反正最近的运气还可以，相信有大黄鱼的话也会连到我的网的。先来一条黄鲫啊，境外海交界的地方就是有一些比较杂七杂八的鱼，但是鱼货又不是很多啊。说10块啊，说大黄鱼它就来了，这条大黄鱼就没有那么惊世啊，估计也就7两左右，然后就开始连续的来了，这条估计也就7、8两吧。远远的看还以为这条是大黄鱼，结果拉近一点是一条山崖，长得是挺像大黄鱼的，但是头不一样，价格也是一个天一个地啊。不过这种山崖好卖的时候，1斤也是要达到70、80块钱呢。又有大黄鱼了啊，
口周边是红色的，绝对是野生的。这条要小一点啊，也是估计7两左右吧。这种规格的黄鱼一斤也是要达到300-400。又来一条了，这边都连续的上了好几条黄鱼了。来，今天的运气又要开始火爆起来了。这一条比较小啊，看一下还活着不？还活着的话就把它放生了，死了就没办法了。这是一条要去外海放笼子的大渔船。白花鱼一条啊。哇，这条黄花鱼要大一些，要1斤出头了，估计1斤4到1斤半之间有的。哇，挺大条的，这一条是今天捕到了最大的一条黄花鱼了。这种规格的1斤要800-900。又开始上黄鱼了啊！这条要小一点，这条估计也就6-7两吧。这一条看起来是要肥一点啊。这边也是连续的在上黄鱼，连续的上了好几条了，今天肯定要发财了。先是第一个网上一条大鲶鱼，然后又是最后一个网连续上黄鱼。看一下这一次的收获能不能突破昨天捕到那些黄鱼的收入，破他克23000的记录。如果像现在这样连续的上黄鱼，我觉得是有机会的。或许再来一条野生大鲶鱼就更不错了。哇，这条黄鱼就够大，要1斤半到1斤7，够肥。不过这条黄鱼好像是被其他的鱼给咬了，表皮上是破掉了。这条鱼至少要少卖1000块了，这样子就不怎么值钱了，真的是大亏呀。不过不要紧啊，后面也是有连续的上黄鱼。这一条是春子鱼啊，不是黄鱼，大家仔细看一下。我拉近一点，大家仔细看一下，跟黄鱼是有区别的啊，价格也是不一样。还是看这一条可惜啊，是今天上的最大一条了，至少要亏1000多。2条黄鲫鱼，这条就比较漂亮了，金灿灿的，也挺大条的。这条估计也是要1斤2到1斤3左右。挺大条的，这种规格的黄鱼1斤也是要达到接近1000了，挺好卖啊。而且最近的黄鱼是一直在涨价啊，一天一个价，一直涨啊，估计要涨到春节后。2条黄鱼一比较就小很多了。哇，这个网也是上了好多黄鱼了，应该也是有10条左右了吧。而且后面上的几条都是挺大的，有1斤以上，后面就没有小的黄鱼啊。来，今天要发大财了啊！一条鲶鱼，还有这10几条黄鱼。然后最后一个网也就拉完了，迫不及待的想回去卖鱼。而且那条鲶鱼也是好几个老板抢着收购。最后一个网也是拉完了，最后一个网还不错，上有几条这个大黄鱼，而且其中有1、2条比较大啊，要1斤半左右啊，收获还不错吧？今天的收获啊，运气也是非常的好啊！我鲶鱼又有这个大黄鱼，然后所有的网都拉完了，准备回去了。回去给那几个老板长一下眼，看一下这条鲶鱼能卖多少钱。当然也是价高者得啊！这条大鲶鱼，一条小的，还有10几条这个黄鱼吧，差不多。这些黄鱼加起来应该有10条左右，还有几条春子。不过可惜的是，最大的一条黄鱼被咬破皮了。当然，最贵的是这条野生的赤嘴鲶鱼，这条鱼就要过万啊！加上这些黄鱼在一起，今天卖个1万多肯定是有了。拉近一点，给大家仔细的看一下这条野生的赤嘴鲶鱼，又大又漂亮啊！等一下再给它合张照。趁现在还有期待，会不会我们的爱像星辰守护大海，不曾离开？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男孩。让我躺下去，继续跟他合张照。枕头下的童话书，私自收藏的情书，
少年的我想倾诉什么感触？迷失森林的小路，会不会遇到女巫？故事拉开序幕。已经是到达鱼排这边，过来卖一下鱼货，看一下今天的鱼货能卖多少钱。关键还是这条鲶鱼，好几个老板在看，总共是41斤啊，最终是出到300块钱一斤，这条卖了12000，加上黄鱼在一起啊，总共卖了16000多。太阳也是即将下山了，我们也是带着愉悦的心情准备回去吃晚餐了。鱼货也是卖完了，就那条大鲶鱼就卖了12000啊，总共是41斤算是300块钱一斤吧，其他一斤但是天头就不看它钱了，都卖了12000，还有其他的大黄鱼加在一起啊，又是发财了一次，真挺不错的啊。然后所有的鱼货也都卖完了，现在是准备回去吃晚饭了，太阳也下山了。好了，我是鸟仔彪哥，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喜欢我视频的记得给我点点关注，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鸟仔彪哥，今天刮风了，没出来捕鱼，也是趁这个机会给大家做一期水视频啊！哎呀，说错了，给大家做一期读评论的视频，从来没做过读评论视频啊，也就根据大家的评论做一期读评论视频，还有就大家比较关注的几个问题回答一下大家第一个评论就是说黄鱼这么贵，它有什么特别之处？黄鱼这么贵，贵自然是有它的贵的道理了，是不是？而且我们这边一般的黄鱼都是销往浙江那边，然后我们这边很少人去吃黄鱼吧，比较小的黄鱼就好吃，大的黄鱼基本都是销往浙江那边的，因为那边的价格会比较高跟我们这边的价格一般都是会翻个2-3倍吧，而且越大的黄鱼它越贵。下一条评论是这条鲶鱼这么贵，那为什么会这么贵我前2天捕到的那条鲶鱼是野生的赤水鲶鱼总重是41斤卖给那老板是卖了300块钱一斤，总共是卖了12000然后鲶鱼为什么这么贵？因为主要野生的赤水鲶鱼是取它的鱼胶，它的鱼胶作用就老大了，这个大家都知道，鱼胶也就是它的鱼鳔。那我们看下一个评论做渔民真好，我能跟你一起去做渔民吗？大家肯定是看了我这2天的视频，觉得我的收入比较高。其实我也就这2天的收入比较高吧。前几天2天前还空网了，经常看我的视频的朋友都知道，前2天空网了，网还破了很多，又是赔油钱又要补网，人工就是亏钱了，是不是所以说做渔民这种东西靠运气吧，不是说它不好，其实做渔民主要就是看天吃饭吧。有一句俗话说宁上山莫下海，因为做渔民说他辛苦不算是非常的辛苦吧，有什么工作都是非常辛苦的，只是它特别的危险。大海这种东西人家都说大海无情嘛，出了事故很难都是这个大家都懂，所以我就不说下去了，主要都是它的危险程度吧。我们看下一条评论这个黄鱼为什么这么贵？我们这边的黄鱼一斤才20-30块钱为什么野生的黄鱼会这么贵？这个主要是卖浙江那边，这个刚刚说过了你那边20-30块钱的黄鱼都是养殖的黄鱼但是南澳岛这边是没有养殖的，一般都是福建或者浙江那边才有养殖的黄鱼，所以养殖的黄鱼会比较便宜。然后我们看下一个评论哇，你的收入这么高，是不是年收入可以达到100万哇，我的年收入能达到100万的话，那我认真的捕鱼就行了。其实拍视频也是一种爱好，我认真点捕鱼，如果能达到年薪100万的话，那基本上海里面都是渔民，或者说大家都想要去捕鱼哪有人去打工或者说开店做老板什么的创业，肯定没有了吧？大家都做渔民，每人都能年入100万，是不是？这个问题大家都懂。然后我们看下一个评论你们这边的鱼货为什么这么贵？我们那边都是比较便宜的。其实这种东西很难说的嘛，
每个地方的鱼价都是不同的，这个大家应该都懂差异的话，有的地方差异它会比较大比如说大黄鱼这个就知道了浙江那边的大黄鱼比较贵，我们这边的大黄鱼比较便宜，价格那个好几倍的，这个大家都懂，是不是很正常？但是普通的鱼它贵也贵不到哪里去，只是呢这些值钱的鱼它会有一个价格的偏差，地域的偏差。还有就大家关心的几个问题，上次视频的时候没有回答大家，就是我们出外海的时候会在外海休息一夜，然后我们在哪里睡觉？我们看下面这个视频，我告诉大家。从这里进去是一个小船舱所以我们都是在里面休息的。大家看一下，这个船舱都是比较小的，给大家看一下里面，就这么一点地方，我们要挤3个人所以一般挤进去都是不能翻身的，只能直直的躺着睡觉，也不能叫做睡觉吧。基本上都是睡船舱这里这么一点地方，我们要挤3个人在这里睡。其实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能叫睡觉吧，都是闭目养神，又要防止这个渔船有偏移潮水问题，防止它撞到什么岛礁或者礁石之类的所以我们要时刻的注意船的动向而且也不能睡得太死吧，有时候有大船从身边经过的时候，你要有人警觉，不要被大船撞到，很正常的。所以我们一般有时候会睡着了，但是基本上都是闭目养神嘛，在外海，而且3个人挤这么大一点地方，基本上也很难睡着。下面一个评论就是彪哥，你的这样捕鱼年薪多少，能收入多少钱，一个月收入多少钱这个问题我以前做过视频跟大家说过吧，就去年来说，我年收入也就8、9万吧，差不多这个数字。做1年的渔民我就收入了8、9万，可能今年会好一点吧，因为今年连续的捕到的这2次渔获都是比较值钱的，这个看过我视频的朋友都知道，所以今年的收获会比较好一点。说实话吧，我们也就这2天的收入好一点吧，平时的收入都是算是比较一般般吧，特别是我们比较喜欢出外海，因为近海的渔获比较少，出外海的话就比较平均吧，出去一次回来5、6千块钱都是这样子除非捕到特别值钱的渔获吧，海红斑什么的，是吧？然后经常看我的视频朋友都知道我们收入都是比较平均近海的时候也是经常空网的，收入也是经常亏本，经常看我的视频的朋友都知道。所以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再问一下我，或者评论一下，我看到评论的时候都会一一的给大家解答。因为大家的评论我都是很细心的去回答大家的，大家看我的评论跟我视频就知道，我评论都是很仔细的去回答大家。大家有什么提问的话都可以评论一下。好了，这个视频先分享到这里然后有空的时候我也给大家做一下这一类的新的视频，大家有什么不知道的耐心的给大家解答。好了，这个视频分享到这里，我是脑打彪哥，喜欢我视频的记得给我点个关注哦，谢谢大家。我一呼喊他就过来了马上来了一条大黄鱼，而且这条还是挺大的，所以这条是第7条黄鱼了，一直数着呢，哇，也是挺大挺漂亮。Hello， 大家好，我是脑打彪哥，现在是早上的5点，准备出海去捕鱼了。现在准备出发去船上，因为今天潮水比较早，看一下今天能不能捕到一些大黄鱼之类的吧。出发了。刚下到这个船上了，然后现在机器也是启动机器声一响马上出发了。今天所有的渔网是由一个朋友花4000块钱给承包了，我们希望他渔获多多。今天我们早点出去我们那个大黄鱼窝的位置放一下网，看能不能捕到多的一些大黄鱼，甚至现在出海的渔船比较少。我亲爱的，让我怎么感激你？当我靠近你，故意放纵自己。我越想说话简单的那一，你却赠送了意外的惊喜。我亲爱的，让我怎样感谢你？原谅爱上你。网刚放完然后船也先停泊下来了。今天又是早潮水，比较早的会去起网早放早起早回去，然后早点休息然后准备先吃个早餐，
等一下就要去起网了。又怕不被珍惜，我无比讨厌旧歌的情绪，可又贪恋着温热的甜蜜。静海的起网时间比较早啊，现在差不多时间快到了。静海没什么鱼货，只能期待大黄鱼多多啊。然后准备机器启动一下就出发了。第二个网跟最后一个网，我们是分别的放在了2个黄鱼窝的位置。2个黄鱼窝就是我们捕到30几条大黄鱼的时候记录下来的那2个窝，应该也会有黄鱼，也期待着今天能大爆发，捕多一点黄鱼。然后接下来就是黄鱼多多了。被包网的这个朋友跟我比较熟啊，所以我也不希望他亏本。不过现在的黄鱼价格这么好卖，随便上2、3条大了都能抵他这次的网钱了。但是第一片小网是一个鱼货都没有啊。今天也不算非常的晴朗，还是有点浪的。先上一条小白花鱼啊，小白花鱼就不值钱，还是白花鱼，直头蟹一只。但是后面又是拉了很久的网，也没有鱼货上来。大黄鱼呢？海红斑呢？怎么还没上来？我一呼喊它，它就过来了，马上来了一条大黄鱼，而且这条还是挺大的，应该要1斤多点。所以这一条卖个800、900块钱应该有了，看起来也是挺肥的啊，真的是说曹操就到啊。这边是一条西宫鱼，又来了一条大黄鱼，也是挺大的。倒是在这个网的后面这一段上了2条大黄鱼了，都是要1斤多点啊，真心不错啊。还来了一条海红斑，这一条估计要1斤多，海红斑现在1斤也是要达到600块钱。连续来好货的时候，网却拉完了。第一个网起完了，第一个网收获算是还可以吧，有海红斑，还有几条这个大黄鱼，还有几条白花鱼啊，收获算是还可以，运气还不错。第一个网而已啊。然后现在过来起下一个网，海红斑鱼上来就胀气啊，要赶紧给它放一下气压，然后养活着回去。等一下也会咨询一下朋友啊，看一下他这些海红斑跟大黄鱼是要拿去卖还是拿回去吃。第二个网就是大网了，且这个网是放在我们所谓的黄鱼窝的位置，看能不能捕获更多的大黄鱼吧。最近的大黄鱼也是比较多，应该也是会有几条吧。大石头先来一块，大网的鱼货还是比较少啊，希望能上几条大货吧。但倒是没有想到大网的鱼货这么少啊，这边是拉了一半了。但是1条鱼货都没有啊，这个情况真的是比较尴尬。但是大网上来的鱼货都会是比较大条，大红斑、大黄鱼这些上来也是比较大的，连上来的石头也是比较大块的。哎，这个就相当的难受了。到这样的石头，网是非常容易破掉的。又是一块石头，这个网怎么这么多石头？大网网不到鱼货啊，却网到了好几块石头。来了一条19公。然后又是一条白花鱼，这边倒是上了一条大黄鱼上来，大网网到的大黄鱼也是比较大条的。然后又是没有鱼货，在近海放大网还是鱼货比较惨淡的，大货比较少。然后网也就拉完了，放也是没什么鱼货，但是好像上来有一条黄花鱼啊，还有几条白花鱼之外，啥鱼货都没有啊。到目前为止啊，2个网总共上了3条大黄鱼，看一下最后一个网能不能上更多。最后一个网也是放在大黄鱼窝的位置，看一下运气吧。按道理来说，小网能中的大黄鱼会比较多。先上来一条大黄鲫，这条黄鲫看起来是比较大的，现在的黄鲫价格也是比较高。越近年底的海鲜的价格也是越高，什么海鲜都一直在涨价。这一条黄鲫就要小一点了，然后又是没有鱼货，难道大黄鱼窝的位置被人家放到1条黄鱼都没有了吗？运气这么差的吗？原本还以为放在2个黄鱼窝的位置能拉多一些大黄鱼呢，结果从表现来看还不如第一个网呢。第一个网好歹也是上了有2条大黄鱼跟1条海红斑呢。今天不算特别的晴朗啊，所以出海的船只也是比较少，而且我们也是比较早出来，但是却捕不到更多的鱼货。
哇，后面是有一条大黄鱼，而且这条比较大，看起来好像要接近1斤半左右了。哎，黄鱼窝这个位置还是有黄鱼的，这是今天的第4条黄鱼了，而且今天上的这些黄鱼也都是比较大条的。黄鲫鱼啊，后面上的这几条黄鲫都是比较小。又来了，哇，这条黄鱼就比较漂亮，看起来是金灿灿的，应该也有1斤左右啊，这样就有5条黄鱼喽。又来了一条啊，这是第6，这条看起来应该也是要1斤左右啊。今天上的都是大黄鱼，没有小黄鱼，每条都要达到1斤以上。来，后面这个网是要发财了，连续的上黄鱼，来多几条。说来就来啊，海里的黄鱼像是我家养的一样，叫它过来它就过来。对，这条是第7条黄鱼了，一直数着呢。哇，也是挺大挺漂亮。刚刚是来了一条黄鲫，之后就来一条黄鱼，这边又来了一条黄鲫，下一条鱼货是不是大黄鱼呢？我的嘴是不是开过光，或者是抹了蜜啊？这一条还活着呢，一直转，而且这条比较大，应该要达到1斤半了，厉害呀！连续来黄鱼，但是网却拉网了。最后一个网也是拉网了，最后一个网也是上了这个大黄鱼，运气还是不错的。最后一个还是拉上了几条大黄鱼。今天收获的大黄鱼也是挺多条的啊，而且最近的大黄鱼都涨价了，一涨价我们就捕到了大黄鱼，还挺不错。现在所有的网都拉完了，准备回去卖一下这些大黄鱼，卖多少钱吧。总共是有8条的这个大黄鱼，而且都是挺大条的，所以这一趟肯定是不会亏的。朋友这一次的包网肯定是会小赚一些的，等回去称重卖一下，看一下这些大黄鱼能具体卖多少钱，看一下总共的鱼货。这么一比还是有一条偏小的，已经是到达鱼排这边，过来卖一下鱼货，看一下今天的鱼货能卖多少钱。总共有8条了这个大黄鱼，大部分都是比较大的，应该都是要8两1斤以上，应该还有一条要1斤半。看起来这些大黄鱼也都是挺肥的，还有这条海红斑要1斤半，也是能值900块钱。所有的鱼货是卖了5820块，承包网是4000块，然后卖了5820块，也是赚了1820块，这样的收获还是挺不错的。准备回去了，我是脑岛彪哥，喜欢我视频的记得给我点点关注哦，谢谢大家。来了一条超大的黑鲷，这条黑鲷要达到7、8斤。我去，黑鲷很少看到这么大的，这么大的黑鲷能卖多少钱我也不知道。等我熬过这一段狼狈，一个人尝尽孤独的滋味，我会笑着与这个世界和解，度过再多漫长的黑夜，都不及你在我心上留下的永恒和残缺，是美丽的遗憾。Hello， 大家好，我是脑岛彪哥。今天天气不错，出来外海捕鱼了啊！因为明天也是晴朗，所以终于是出来外海了。要不然最近都是在近海捕鱼，不过最近近海捕鱼的鱼货也都是不错。希望这次过来外海，运气也是带到外海过来，继续收获更多的鱼货吧。然后网也已经是全部放下去了，现在船也是停泊在小岛这附近，喝泡茶，然后吃个饭。差不多6点多就要去起网了。按照惯例，先喝几杯潮汕功夫茶解解渴。这一次过来外海捕鱼，风浪还是比较大的，但是越网越晴朗。现在是下午的6点钟，刚吃过晚饭啊，然后准备过去拉网了。希望今天鱼货多多。这一次的捕鱼将会全程直播，跟大家分享一下渔民收获时的喜悦，以及做渔民的各种艰辛。太阳下山之后留下一道晚霞还是挺漂亮的。现在是开始拉今天的第一个网，接下来就是鱼货多多的时候了。在外海这边夜网的风还是挺大的，而且风一来还会夹带着一点浪，所以船也是一摇一晃的。这边也是先上来一条真鲷，看起来也是不大啊，半斤多吧。
黑鲷来了一条，这条黑鲷看起来挺肥的啊，肚子圆鼓鼓的，应该也是要1斤多点吧。这样规格的黑鲷拿来清蒸，刚好1顿吃。连续的来鱼货，这边又上了一条真鲷。外海这边还是鱼货比较多的，我还是比较喜欢外海这种连续上鱼货的感觉，在近海是没有这样的情况的。这条黄鲫看起来也是挺肥的，而且最近的黄鲫也是挺好卖的。这边倒是来了一条青衣，也是莺歌鱼的一种啊，不过这条看起来比较小，应该是1斤左右。还活只啊，应该是刚上网没多久的。这边也是来了一条黄鲷啊，虽然说这条黄鲷看起来比较小吧。这是黄鲷哦，黄鲷比香头贵多了。这一段小网的鱼货还不错。拉2号啊，来了。先来一条小真鲷，最近的真鲷还是挺多的，有大有小啊。这条真鲷估计也是要8两到1斤左右。又来一条真鲷，不过这条真鲷小了点，没有前面那一条大，感觉还是在外海拉网比较爽。大海星来了一个啊，这个海星也是挺大个的。这边的鱼货比较少啊，鱼货也不可能一直都有。现在拉的是3号网，已经要开始拉3号网了。冬天的剥皮还是比较少的，而且价格也是比较贵。经常看我视频的朋友就知道。这边也是先来了2条小剥皮鱼，刺臀鱼一个，刺鼓鼓的。呀，这条真鲷挺肥的。这边倒是连续的来了好几条鱼了，看来这一小片网的收获就挺不错。这个季节的黄鲫其实挺好吃的，又肥，而且黄鲫有一股特殊的香味。咦，这边倒是来了一条海红斑哦，不是海红斑，是芝麻斑。芝麻斑要比海红斑便宜多了。这边也是连续的上鱼货，在看直播的网友也是直呼过瘾啊。其实偶尔直播一下，跟网友互动一下也是挺不错的。这一小片网的收获就挺好的了。然后第1个网也就拉完了，第1个网的收获其实也是一般般吧。旁边这里也是有一艘渔船在这里拉网。现在准备拉第2个网啊，希望第2个网收获好一些，还几条海红斑、大龙虾什么的。先来了一条这种比目鱼啊，哇，大泥猛，这条泥猛又大又肥啊，应该要8两左右。还上来了一个八爪鱼，这种是长腿的八爪鱼，味道是挺好的。有2条也是泥猛。这边也是连续的上鱼货，而且泥猛鱼偏多。连续的上了好多条泥猛，泥猛的刺是有毒的，所以解鱼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这一下子倒是上了4、5条鱼货上来，好像这几条都是小黄鲫。这1号网也是上了小半筐鱼货了，这条小剥皮倒是挺大的，应该要达到半斤左右了。来大货了，来大货了！哦，我来条大黑鲷，这条黑鲷够大，这条黑鲷应该要4斤多。4号网的鱼货都挺不错的了，鱼货够多，接近1筐了。是10号网还是10号网？一样的，这个网先上来就上来一条比目鱼。5号网啊，5号网。
来了一条超大的黑鲷，这条黑鲷要达到7、8斤。我去，黑鲷很少看到这么大的，这么大的黑鲷能卖多少钱我也不知道，我就没有捕到这么大的过。真的够大。这号网也是柠檬比较多。要来一条，这样的节奏都挺不错的，这样的节奏挺。这个网的渔获也是比较多，连续的来了好多，快装满一筐了，还挺不错。这号网拉网了，拉网了。这个网拉完之后，准备把这个网放下去之后，再继续拉网，希望能捕多一些渔获。然后放下去的这个网要等到明天早上再拉了，渔获多多。下面2个网的视频，下期再分享给大家看，也谢谢大家观看。我是鸟的彪哥，喜欢我视频的记得关注我，看下一期视频哦。前面一个网收获还挺不错，还捕上了一条超大的黑鲷，黑鲷很少长到这么大的。Hello， 大家好，我是鸟的彪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此时此景还是挺对应的。接下来还有一个网在海里面没有起上来，准备过去把它起上来。这也是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个网了，现在也已经是夜里的9点钟了。夜里的外海作业不仅辛苦啊，还是挺危险的。这筐是上1号网的渔获，网刚拉上来，先上来一条小黑鲷，看起来应该是半斤多点。连续的来渔获了，后面这条不是黑鲷还是黄鲷？是一条黄鲷啊，黄鲷比黑鲷还值钱呢。现在的黄鲷一斤要达到60来块钱，小真鲷一条啊。最近的海鲜价格是越来越贵啊，什么海鲜都是一直在涨价。这号网的渔获还不错，连续的来渔获，渔获也是挺多的。泥猛鱼啊，现在的泥猛鱼一斤已经是达到35块钱了，价格也是小涨了一点啊。而且外海这边的泥猛鱼数量也是挺多的。泥猛鱼的鱼刺是有毒，所以解它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不要被吃到了。这边倒是来了一条泥猛啊，而且这条泥猛还挺大。这条泥猛有这么大的泥猛还是比较少的啊，这么大的泥猛还是比较少。来了一个八爪鱼，渔获连续的来，又是一条黑鲷啊。这个网也就泥猛跟黑鲷比较多，看能不能来值钱货。还在期待着它能来大红斑跟大龙虾呢。这是连续的来了啊，这边也是连续的来渔获了。冬天的小剥皮比较少啊，现在的价格已经是达到65一斤了。夏天的小剥皮比较多啊，经常看我视频的网友就知道。我来大货了，又是一条大黑鲷，要3、4斤这条。外海这边不管是渔获数量还是渔获种类都是挺多的，用这条黑鲷就能值个200块钱左右，价格还算是可以的。4号网的渔获还算是可以的，有半筐的渔获。先把这些渔获装起来，然后继续拉下1号网。4号网一拉上来，先上来一条泥猛，外海的泥猛还是挺大的。3条泥猛了，
现在也已经是快10点钟了，今天也已经是干活干了一天了。这边连续的来渔获，一上就上4条。连刺豚鱼也来凑热闹了。对，是刺有毒，肉没毒的，肉是没毒的。还是泥猛鱼比较多啊，连续的上泥猛鱼，但是特别值钱的渔获现在还是没有看到。解完一条又来一条。这个网也是快拉完了，总体这个网的收获还是挺好的。胡椒鲷一条啊，这条胡椒鲷应该要2斤多，现在的胡椒鲷价格也是挺好的，一斤5-60块钱也是有的。然后志浩网也是拉完了，也是有小半筐的这个渔获吧。这个网拉上来之后，准备继续把这个网放下去，找个好点的位置把网放下去，然后放下去的网要等到明天早上7点钟左右再过来起了。放完之后就准备找个位置停泊下来，准备休息了。今天晚上所有的渔网都起完了，总共起了7片网，收获算是还是挺不错的吧。大真鲷有好几条，泥猛也是比较多，应该有20多斤吧。还有真鲷什么的，渔获算是还可以吧。除了2号网情况差一些之外，其他的渔获都是比较多。然后现在所有的渔网都拉完了，饭还没吃，准备先吃个晚饭，然后就休息一下，半夜里还要起来拉网补给那些渔获比较少的网友啊。好了，这个视频先分享到这里，我是脑岛彪哥，喜欢我视频的记得给我点点关注，谢谢大家。这一下子光解渔获都忙不过来了。这号网的网友收获挺不错。Hello， 大家好，我是脑岛彪哥，现在是早上的6点20分，被过去拉网了，在外海过了一夜，然后天还没亮，早潮的潮水到了，我们就要去拉网，然后现在是出发了。现在天还没亮啊，而且天气也是比较冷。这些网是昨天起完网然后放下去的，放了一整夜了。放了一整夜的渔网啊，应该收获会有一些吧。现在过去把网拉上来。每一个时间，我都活在了从前。我的新欢叫做时间，是过往的时间，太多情节一遍又一遍在眼前。而你小心翼翼，终于说出抱歉，将一切全都翻了篇。渔网开始拉上来了，接下来就是渔获多多的时候了。先上来一条红鲫鱼，这一种是红鲫鱼啊，有黄鲫鱼也是有红鲫鱼的，价格也是跟黄鲫鱼差不多吧，肉质是挺好吃的。小剥皮鱼啊，小剥皮的价格一直都是挺高的，而且现在养活之回去卖的小剥皮一斤要达到65块钱，但是冬天的小剥皮数量太少了。这一条就是黄鲫鱼了，这条黄鲫鱼看起来是挺肥的，现在的黄鲫鱼已经要达到50块钱，我估计还会继续涨价。月亮现在还在天上，还没下去啊，太阳也快升起来了。这个网还不错，连续的来渔获，这也是一条黄鲫。这个网不知道是过底了，还是被别人放的网给压住了，拉不上来啊，用了很大的力气。难道是底下有大货？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哦。再用力拉一下看看。大货倒是没见到啊，西宫鱼倒是来了一条。西宫鱼也叫16枚啊，现在一斤也是要40几块钱。天空放起了东方鱼肚白，太阳也是即将升起来了。来了一条大黑鲷啊，应该要2-3斤吧。最近的黑鲷还是挺多的，而且现在的黑鲷都是挺肥，肚子也是圆鼓鼓的。这样的黑鲷拿来清蒸刚好一碟，够一家人吃啊。
现在的黑雕价格一斤估计也是要40-50块钱吧。来了一条白鲶鱼呀，这一种是白鲶鱼啊，也可以长到非常的大，但是跟我们上的41斤那种赤嘴鲶鱼不是同一种鱼。白鲶鱼的肚子也是有鱼胶，但是价格跟我们那种赤嘴鲶鱼是天差地别，差了很多啊。老虎鱼一条啊，不知道老虎鱼涨价了没有，以前卖是150块钱一斤。太阳也是升出来了，现实中来看这个太阳是血红色的，视频里面看差一点。哟，还上来一条鳗鱼，是好久没有捕到过鳗鱼了，这是一条白鳗啊。后面还跟着一条老虎鱼，这条老虎鱼就是挺大条的了，看起来也是挺肥的。捡老虎鱼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小心加小心，因为现在在外海啊，被吃到也没办法及时治疗。这条鳗鱼看起来是挺大的。鱼货不够，石头来凑，外海这边的石头还是没有近海的多。第一个网也是拉完了，鱼货还是挺不错的。第一个网拉完了，第一个网没什么收获，鱼货也是比较少啊，就几条黄金，算是有小半缸鱼货吧。然后现在过去拉下一个网。接下来这个网是大网啊，看能不能拉多一些大货上来，而且接下来的网都被网友承包了，也希望能帮网友拉多一些大货吧。先来一条剥皮鱼，这边鱼货连续的来啊，一下子来了4-5条鱼货，终于来大货了，这是一条大真鲷，应该要4斤左右。又连续的来了2条大真鲷，这一下子的鱼货够多，而且一上来都是大货，都是大真鲷、大黑鲷什么的，这一下子这一筐都快装满了，收获还是挺不错的。这号网这一下子光解鱼货都忙不过来了。这号网的网友收获挺不错，又是一条大真鲷，我都装满一筐了。这个网友还是挺幸运的，满满的一筐鱼货。这网大丰收了啊！还有啊，又来大黑鲷，这一下子这一筐都快装不下了，肯定是赚到了啊！这号网也就拉完了，满满的一筐，然后现在过去拉下一号网，希望下一号网有更好的收获吧。网友一包网啊，收获还是比较多的，而自己的网的收获却是比较差，看来这真的是运气问题啊。这边一上来就有大货，这号网一上来先上2条大真鲷，然后还有一条大英哥鱼，但是这个网也是快拉完了，鱼货也是不多。现在过去拉下一个网，下一个网也就是小网了，看一下运气怎么样。先来2条泥猛啊！哇，这边还来一只龙虾，这个位置也是接近我们以前放龙虾窝的位置啊，是还没有到达龙虾窝的位置，先上来龙虾了。这龙虾也不大，应该也就6-7两吧，本港小青龙。先来龙虾，然后又是海红斑。来自号网的运气还不错，又有龙虾又有海红斑的，而且还有这么多鱼。现在拉的是下一号网的，希望下一号网也上几只龙虾吧，连续来了这么多泥猛。那条太小了，不值钱，小了不值钱啊！才刚过6号网，7号网他就来大货了。胡椒鲷一条啊，这条胡椒鲷应该也是要4斤左右，
挺大条的。真的不知道怎么说，真的不知道怎么说。一大袋，一大袋满满的，满满的一袋。今天包网的网友运气都是挺不错的，鱼货都是挺多的。这边上的鱼货也是挺多的，网也是被缠乱的。我去结网了，也没怎么拍视频。总体来说，这号网的鱼货也是挺不错的，我拍给大家看一下。这边又来了一条海红斑啊！这条海红斑也是要8两到1斤，而且还有小半筐鱼货。又有一只龙虾，看来今天龙虾跟海红斑挺多。这里是一条油斑啊，这条油斑应该要2斤以上。又来一只龙虾，这边的值钱货还是挺多，又是龙虾又是油斑的。这号网的鱼货也是挺多的，大货也有啊，值钱货也有。这号网友也是赚到了，好大的胡椒鲷。最后一个网了，先上来一条大黑鲷，又来一条大真鲷。这条大真鲷也是挺大的，应该要3斤多，达到4斤左右。牛尾鱼啊，这才刚开始啊，就拉了一条大真鲷，一条大黑鲷，还有一条牛尾鱼。最后一号网的鱼货也是挺好的，有龙虾，大货也是不少啊。满满的一筐海鲜啊，这号网是赚大发了。然后今天所有的渔网都拉完了，准备继续把网放下去，然后晚上再拉网。希望晚上拉网的渔获能像今天早上这样渔获多多吧。什么大龙虾、大红斑来多来一些。总体来说，今天早上这些包网的网友运气还是挺不错的，拉上来的渔获比我自己网的渔获还要好很多呢。今天的几个网也都是拉完了，收获有的好有的差。总体收获来说一般般吧，但是这一次的收获也有几只龙虾，几条小红斑，但是红斑也不大，龙虾也不是特别的大，总体收获一般般吧。现在所有的网也都放下去了，然后其他的网都是要等晚上再拉了，晚上再拉一次网，然后就要回去了。然后现在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准备吃晚餐了。我是脑打彪哥，喜欢我视频的记得给我点点关注，谢谢大家。